我一直有个困惑，美国对我们又是经济制裁，又是科技封锁的，生怕被我们占了便宜。如果民主真像职人说的那么好，为何民主这样的好东西，美国要硬塞给我们呢？在我印象中，美国可从来不是个大方的国家。按照职人的说法，民主是强大的不二法门，有民主就强大，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强大。那我们还没民主呢，美国就一天到晚哭着喊着中国威胁论了。要是民主后我们更强大了，岂不是对美国的威胁更大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逻辑我总感觉哪里不对。美国好心好意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民主，就是为了让我们加大对他们的威胁吗？说出来我怎么不信呢？我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一种答案，那就是所谓的民主不是个好东西。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为了让叙利亚人尽早享受民主带来的好处，美国不仅霸占了叙利亚的油田和产粮区，还三天两头轰炸叙利亚。这是什么骚操作？为了让你享受民主，就要先让你受苦。据说美国是推崇自由的，那你吃你的西餐，我吃我的中餐好了，这才叫自由吗？要是有人非要说西餐好，中餐不好，必须吃西餐，谁不吃西餐就炸死谁，那还谈什么自由？退一步讲，就算西餐是好东西，我就是不爱吃，你管不着吧？我总有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的自由吧？为何非要摁着我的头让我吃西餐呢？我吃惯了中餐，要是吃西餐消化不良怎么办？这不是我们多虑了，而是消化不良的国家实在是太多了。谁能告诉我，被美国上门送民主后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他们是更民主了还是更不民主了呢？或许职人会说，那只是民主的代价，好吧？我们姑且认为美国上门送民主是出于好心，受苦受难都是民主的代价。那为什么美国在阿富汗送民主送了一半又不送了呢？或许职人又会说，阿富汗人不配，美国尽力了，再送下去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那问题又来了，到底是民主重要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重要？如果国家利益更重要，是不是意味着为了国家利益就可以放弃所谓的民主了？如果为了国家利益就可以放弃所谓的民主，那为什么美国可以放弃，叙利亚就不能放弃呢？为什么叙利亚不放弃，美国就轰炸叙利亚，就霸占叙利亚的油田，霸占叙利亚的粮食，让叙利亚人穷死饿死呢？在美国的帮助下，叙利亚终究还是民主了。为什么民主后的叙利亚更乱了，民主后的叙利亚人更穷更饿了呢？说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逻辑闭环了？民主真的不是个好东西。如果可以的话，那我可就 CNM 了。这不是我埋汰民主，而是西方的民主与我们理解的民主有很大出入，甚至两者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中国人理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当德国的舒尔茨的支持率只有 16%， 法国的马克龙的支持率只有 26%， 英国的斯塔默的支持率只有 27%， 美国的拜登的支持率只有 35%， 至于韩国的尹锡悦和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支持率更是只有 11% 和 17%。 这么低的支持率，他们凭什么代表他们国家的人民？或许职人会说，人家游戏规则就是这样，他们都是选上去的，只要选上去了，他们就有权代表他们国家的人民。就算他们犯浑、犯错、犯罪，他们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更不能说他们什么。谁让他们是选上去的呢？要怪就怪他们国家的人民当初瞎了眼，说得好。那他们国家的人民如何才能不瞎眼呢？以美国为例，除了拜登和特朗普，又或特朗普或哈里斯，美国人有其他选择吗？如果无论选哪个都是瞎了眼，那这样的民主对美国人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为了给拜登又或特朗普背锅的。说到这里，相信很多人已经看明白了，不是西方所谓的民主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我们把它想得太好了，或者说有人把它说得太好了。西方的民主与我们的民本思想下的人民当家作主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什么叫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你受穷有人来帮你，就是你落难有人来救你，这才叫当家作主。反之，你被洪水淹了叫天天不应，你被山火烧了叫地地不灵。请问你这当的哪门子的家，做的又是哪门子的主？所以别天真的以为西方的民主经是好经，只是被念歪了。事实上不是他们念歪了，而是经本身就是歪经。西方的民主不仅不是民主，
还是民主的反义词。与之相比，我们的人民当家作主才是好经。从2000年前的民本思想到伟人的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甩西方所谓的民主至少100条街。据内塔尼亚胡说，一年大概有2万美国人饿死。美国人要是真的能当家作主，早就找拜登去算账去了。但谁追究过拜登的责任了？美国是这样，叙利亚人就更别提了。阿萨德走了，叙利亚民主了，叙利亚人解放了，自由了，看起来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未来。但有个小瑕疵，那就是没有人管叙利亚人的肚子了。之前的叙利亚人看不上、咽不下的限量版2分钱一块的大饼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下的2块、20块的一块大饼。市场经济有个好处，只要你钱不是问题，那大饼想吃多少吃多少。但问题是叙利亚人没钱，于是叙利亚人哭着喊着要阿萨德回来了。他们怀念阿萨德是假，怀念阿萨德给他们的2分钱大饼是真。这是不是意味着西方的所谓民主还不如一块大饼呢？或许职人又要说了，那既有大饼又有民主，岂不两全其美了？或许是我孤陋寡闻了，这样的国家我还从未见过，至少从未在美国送民主上门的国家里见过。这有多少让人有点毛骨悚然了。既然美国上门送民主的国家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为什么美国要拼了命的把民主塞给我们？为什么职人撒泼打滚要民主呢？他们到底安的什么心？什么心我不清楚，但肯定不是什么好心。美国真要是有好心，送点芯片给我们多好，连芯片都会像下蛋的宝贝似的捏在手里，舍不得给我们，偏偏对民主如此慷慨。这慷慨未免太反常了。为了送民主，美国可谓不惜血本。在阿富汗，美国花了2万亿美元；在伊拉克，美国花了3万亿美元；在叙利亚，美国花了多少未见报道。但10多年下来，绝对不是笔小数目。美国又不是做慈善的，要是没有回报，美国会如此不计成本的投入吗？那么问题来了，美国的回报在哪里？无论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美国都组建过绝对服从于美国利益的傀儡政府。至于傀儡政府会出卖多少利益给美国，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这里的逻辑又无法自洽了。民主都送货上门了，为啥做主的不是阿富汗和伊拉克人，而是美国呢？现在大家看明白了吧？西方所谓的民主不是人民做主，而是美国做主。敢跟美国对着干的，一律撕拉撕拉的。这才是美国如此积极推销民主的动力。至此逻辑理顺了，美国也好，职人也好，他们向我们推销民主的动机也就一目了然了。美国是为了替中国做主，职人则是为了给美国带路。当然，这样的大实话他们是不可能说出来的。相反，他们还会编造很多听上去很美的谎言，启蒙我们。但谁说他们不说，我们就不能知道了。和阿富汗、伊拉克又或叙利亚不同，中国人是有着良好的教育和组织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叙利亚人敲锣打鼓欢送阿萨德，会感到可笑、可怜又可悲。因为我们早就从他们的选择里看到了他们的未来。他们饿肚子后哭着喊着要阿萨德回来的情形，早就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了。这倒不是说叙利亚人活该，他们不可能像中国人这样从小就学习什么叫辩证的看待问题，更不可能有机会学习什么叫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你就能明白为啥新中国刚成立，毛主席马上就着手扫盲了吧。老人家说，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是惹不得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奉劝美国和职人都给我老实一点，你们那点小伎俩在中国人面前真的太小儿科了。感谢收看，点击关注，欢迎互动，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精彩见解。